大家好，现在来补充说明堆草槽转化成腐殖土利用的过程。上一部影片已经顺利将腐殖土堆砌到菜床上，而这堆草槽当初原本的规划是要做成菜床，暂时的堆草槽却一用就是好几年啊。主要的原因是后院找不到更好的空间可以设置堆草槽，因为这位置算是离蓄水池相对远，得多走2-3步之遥，而没有转化成菜床，则是需要有一个空间来处理清除后的杂草。基于除草的效率，除草时通常没有刻意将带起的土壤进行分离。带土杂草的方式除草，可以省掉不少的时间呢。而这些土壤除了是种植区的土壤，很多也是在不该出现土壤位置的土壤，因此就一起都先往堆草槽内部丢。至于如何自动分离，时间与雨水都会给予很大的帮助。由于堆砌经过晒干后会借助火势帮忙烧掉，因此堆砌的过程比较粗的枝条先摆在下方，可以增加晒干与烧制的效率。烧制的过程并没有再特别翻动，比较细碎的会自动脱落往下堆积，时间久了，下层就进入自动腐化成腐殖土的过程。这也是为何会说这是腐殖炭灰土的原因。而这整个过程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在清理杂草。如果是单纯要制作腐殖土，直接利用小树枝跟树叶会比较省事啊。只是这需要有时间与空间容许堆放。不管后院或是前院的空间，杂草生长的速度实在太快了。这当然有一劳永逸的方式啊，只是不想要将地面封住。有同样困扰，总觉着草永远拔不完的观众朋友，不想变动环境的话，倒是退而求其次，只要能方便容易除草，也是一种很感恩的方式了。这样将上方未腐化完毕的枝条挪移堆叠到一旁后，这些腐殖土就可以拿来利用。而为了进一步清除没有化掉的草质，除了只取用下方的腐殖土之外呢，这些挖起的腐殖土建议不要直接使用在开放的空间，因为只是简易快速烧制表层啊，使用在封闭的空间可以降低草籽作乱。而现在进行培土的位置，土壤厚度比一旁的芦笋低很多，因此去年是种植不用培土的蒜头。由于蒜头长势非常好，现在培土的另一个目的也是在增加土壤的稀有元素来降低几个月后继续种植蒜头的连作障碍。而此处因为地势比较高的原因，蒜头种植后接续青葱时，虽然土壤层不厚，采用生植的方式，目前葱柏的长度已经接近20公分。培土的过程也算是分阶段将此区块的土壤给补上。而若是担心除草时采用带土的方式，会导致土壤层越来越少，这样也算是将带土杂草再次进行利用，让这些新土可以有重新的安排，陆续回补到需要增加土壤的菜床。这样的安排方式也可以使用在新设置的菜床，分批填补土壤之外，也进行补充有机质。而关于种植这件事，因为需要时间发酵，很多时候一次完成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家庭式种植因为范围小，就可以规划一下分阶段完成。
经过这么多年的尝试呢，自然循环利用倒是可以解决掉一些循环性的麻烦。就像除草这件事，真的是很大的课题呀。如果能善加利用，真的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天然产物啊。以上分享的是杂草循环利用的过程。拍摄剪辑这种影片呢，只是顺道补充说明腐殖土的来源，对于有闲置空间帮助会比较大。若是想要单纯制作腐殖土，除草时也可以分2阶段，带有草籽的先修剪下，底部比较粗的位置才拿来利用。再采用堆肥的方式，也可以有事先分离出草籽的效果。以上是不怕下雨，怕大太阳进行整理的进度。谢谢收看。